今天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召开第3次会议。首先，我要感谢2位副召集人、各位顾问、委员以及线上的朋友，持续关心健康台湾的规划以及推动进度。上次会议，我们向各位报告强化癌症防治策略。如今在行政院的督导下，从今年开始全面扩大公费重要癌症筛检范畴，包括扩大筛检的年龄层以及项目，在治疗端也聚焦基因检测以及精准医疗，并且成立癌症新药基金，提供多元癌症新药给付，希望在2030年达到降低癌症标准化死亡率1/3的目标。今天的会议将由卫福部报告第2次委员会议列管事项办理情形，以及健康台湾慢性病防治，包括健康生活模式养成、肥胖防治以及3高防治888计划。在国人的10大死因中，有7项与慢性病有关，在这7项中有5项是3高慢性疾病相关，而每年健保3高相关疾病的医疗支出也高达1700亿元，成为庞大的医疗负担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4大主要风险因子，包括吸烟、身体活动量不足、不健康饮食以及有害使用酒精。根据国民营养健康调查的结果，也显示国人的身体活动量以低度及中度活动为主，而且饮食摄取明显不均，包含摄取过量的糖、盐以及蔬果乳品摄取量不足等等情形。因此，照顾国人健康的最佳策略，就是要加强国人身体活动，提升健康饮食适能，改善国内饮食环境，从前端来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。稍后卫福部将完整说明慢性病防治的各项策略，从前端的建立健康生活形态，到中段的肥胖防治行动，全力预防国人有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3高症状。从今年开始，卫福部已经升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，将年龄下调至30岁。如果已经罹患3高，将会透过3高防治888的规划，找出目标群众，再进行介入，力求改善症状，避免发展成为慢性病。这样的行动策略，需要从职场、社区、校园、国军等各场域同步推动，借由公私部门协力合作，才能降低慢性病以及慢性病所造成的失能风险。我们也设下目标，要在2030年达成降低3高相关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1/3。我希望透过各位顾问及委员的专业，提供多面向的讨论与建言，让政府能够提出符合国民需求的健康政策。对于大家关心的医院拥塞问题，政府也会积极处理。卫福部除了在农历年前进行增购流感疫苗等预防措施，面对春节到近期的急诊拥塞情形，在卓荣泰院长的指示下，卫福部已经制定短期的因应策略以及中长期的改革方向。我们会透过各县市卫生局加强督导、调度急诊病床，同时持续强化各医学中心的院内病床调度，以及发挥紧急医疗网功能，加强区域医院间的联防机制，减轻急诊压力。我们也将加强民众获取分级就医资讯，落实医疗分级制度，让资源更能够妥善应用。
针对中长期人力问题，我们会持续奖励医院增聘护理人力，减轻负担。我们也会研议调整健保给付，鼓励更多医院投入急重症照护。而因应高龄化挑战，到宅医疗、在宅急症照护以及长照3.0与急性后期等照护，也要一起推动，来降低医疗机构的压力。我们希望透过多管齐下，解决台湾医疗所面对的问题，提供民众更好的照顾，早日达到健康台湾的愿景。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。谢谢大家。